安东尼奥本来就想整死叶晨，被阿曼拉莫维奇变相的一怂恿，更是恨不得立刻就找个隐蔽一点的地方，一枪崩了叶晨的脑袋。酒窖自然是杀人最好的选择，所以他也想赶紧把叶晨带过去，当着阿曼拉莫维奇的面，把这个聒噪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华夏人干掉。可他万没想到，叶晨死到临头，竟然比他还着急。在愣了片刻之后，他指着叶晨冷笑着说道：“老子杀人不计其数，第一次遇见你这种上赶着要死的。既然这样，那老子就成全你。”说罢，立刻对身边几人说道：“现在就把他带下去。”茱莉亚奋不顾身地挡在叶晨前面，厉声道：“你不能这么做。”安东尼奥不想女儿继续阻拦，便想着让人直接将她带走。可话还没开口，叶晨便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？一起带下去不就行了吗？让他见见血啊，见多了他就坚强了。”安东尼奥被叶晨气得脑瓜子直嗡嗡，干脆一咬牙，脱口道：“茱莉亚，作为西西里的女人，你也该多见些鲜血了，否则一天到软弱的像个3岁的小姑娘。”说罢，霸气地向着小弟大手一挥，一起带走。叶晨适时机地收回之前用来震慑几名黑手党小弟的灵气，几人一个机灵，顾不得想刚才自己是怎么回事，连忙举着枪压着两人就往酒窖走。随后，安东尼奥向着阿曼拉莫维奇恭敬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，开口道：“阿曼拉莫维奇先生，您这边请。”阿曼拉莫维奇心里乐开了花，自己早就恨叶晨恨得要死，只是没有机会和胆识干掉他，今天找到个好机会借刀杀人，自己还能在旁观看，实在是妙不可言。一想到万龙殿将来可能会对安东尼奥展开疯狂的报复，他略带同情地看了安东尼奥一眼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安东尼奥，看来你今天要让我刮目相看了。”安东尼奥仿佛被将军夸赞的士兵，站直身体，一脸骄傲地说道：“阿曼拉莫维奇放心，今日一定让你大开眼界。”阿曼拉莫维奇在一旁提醒他：“我看那个华夏小子体型好像练过，华夏人擅长功夫，你一定要万分小心。”安东尼奥不屑地说道：“什么狗屁功夫，都是糊弄人的假把式。Jackie Chan 来了，我也照大不误。”阿曼拉莫维奇连忙道：“不，还是谨慎些好，看看有没有手铐，把他2只手铐起来，1副不行，最少的2副，要是有3副就更好了。”安东尼奥虽然不理解阿曼拉莫维奇为什么这么谨慎，但毕竟是大佬，既然大佬都发话了，自己肯定也要照做。于是他立刻对手下交代道：“准备几副手铐，把那个华夏小子给我铐起来，多铐几副。”很快，叶晨还没到酒窖，手腕就被铐上了3副结结实实的金属手铐，连一旁的强仔都被铐了2副，生怕两人有任何反击的机会。茱莉亚一路都在哀求安东尼奥放叶晨一马，但安东尼奥全程没有理会他。这一次，安东尼奥第一次觉得叶晨说的对，作为西西里出来的女人，茱莉亚确实有着她本不该有的仁慈，也是时候让她近距离多见一些鲜血了。安东尼奥口中的酒窖就在庄园的地下室内，庄园的地下室面积很大，而且只是用来储存各种美酒的酒窖就有3个，其中2个都装满了各种好酒，唯独最大的那个酒窖里面非但没有美酒，反而还有一整套15世纪欧洲教廷用来施加酷刑的刑架。这里便是安东尼奥折磨敌人并且杀戮敌人的地方。由于叶晨双手在身后被3副手铐住，安东尼奥便没有再让人把他固定在刑架之上，而是把叶晨带到刑架下方之后，
便有些急不可耐地从身边一名随从的手里夺过手枪，用枪抵在叶晨的脑门上，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运气不错，一般能被我亲手干掉的，都是纽约有名有姓、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你这样的小角色，能死在我手里，是你的福气。”叶晨还没说话，一旁的阿曼拉莫维奇已经在心里暗道：“安东尼啊，这家伙是华夏叶家的人，论身价，超出你们这些黑手党不知道多少。你要真一枪把他崩了，那他应该就是你这辈子杀过的来头最大的人了。”叶晨被枪指着，依旧毫不畏惧。在他看来，再强的手枪也不可能伤他分毫，只要不是近防炮那种怪物，自己都能淡然面对。于是他微笑着说道：“也真是奇了怪了，这次来纽约没几个小时，陆续被2拨人拿枪指着脑袋，这就是你们纽约黑帮的代，可知道吗？”安东尼奥没听明白，皱眉问道：“什么意思？2拨人？除了我，还有谁拿枪指着你了？”叶晨随口道：“我也没谁，几个小虾米。不过你也别着急，一会我会带你过去跟他们认识一下。”带我？安东尼奥都听傻了，问叶晨：“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你以为我会让你活着离开这里吗？”阿曼拉莫维奇见叶晨被枪顶着，脑门都不害怕，心里也不禁有些打鼓。他愈发觉得叶晨每多活1秒，对自己都是一种威胁，于是他便故意刺激安东尼奥，笑着说道：“安东尼奥，看来这个华夏小子一点都不怕你，我估计他是觉得你根本不敢开枪。”安东尼奥顿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立刻对阿曼拉莫维奇说道：“阿曼拉莫维奇先生，您后退几步，我数3声之后就打爆他的脑袋，到时候别崩了您一身血。”阿曼拉莫维奇笑着点点头，后退几步，说道：“安东尼奥，你可以开始倒数了。”茱莉亚知道父亲已经动了杀心，但还是尽最后一丝努力，哭着说道：“爸爸，不要，求你不要杀他，他是无辜的。”安东尼奥没理会他，双眼紧盯着叶晨，冷声说道：“3。”叶晨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：“2。”嘿听。安东尼奥没想到叶晨最后还要装一波，咬牙道：“好，这就是你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。”说罢，他高喊一声1，随后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，砰！清脆的一声枪响，伴随着茱莉亚的尖叫声，回荡在整个酒窖。安东尼奥非常顺利地扣响了扳机，手腕传来的后坐力也告诉他，这一枪已经击发出去。正当他想看一看叶晨脑袋开花的样子时，却惊骇不已地发现，叶晨竟然毫发无损。他并不知道，就在他扣动扳机的那一刻，叶晨只是随意地偏了偏脑袋，便躲过了出膛的子弹，紧接着脑袋便迅速归位，依旧在安东尼奥的枪口前。安东尼奥都傻了，他根本看不清刚才叶晨的动作，只觉得眼前一晃，子弹打出去了。叶晨屁事没有，还在一脸微笑地看着自己。其他人此时也都惊得说不出话来，阿曼拉莫维奇更是傻了眼，他一直盯着叶晨，明明没看到叶晨移动，只是感觉叶晨的头部虚化了一下，怎么就毫发无损了？这时候，叶晨看着傻了眼的安东尼奥，笑着说道：“你这枪法也不行啊！”操！安东尼奥顾不得细想，立刻又朝着叶晨的脑门扣动扳机。砰的一声，同样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，叶晨竟然再一次躲过了自己的子弹。安东尼奥惊掉了下巴，喃喃道：“你怎么做到的？”叶晨讥讽道：“这就是华夏功夫啊，沙雕。”说罢，他忽然双手一用力，手腕上的6副手铐便瞬间被灵气震成碎片，金属碎片仿佛长了眼睛一般，
以极快的速度、极大的力道，迅速没入安东尼奥巴米手下的头部，一下子便将巴米手下全部爆头。眼看巴米手下瞬间躺了一地，鲜血也流了一地。安东尼奥还以为自己看见了鬼，吓得便要转身逃走，但此时他的双腿已经在极度的恐惧中变得软绵无力，根本迈不开步子。他是如此，阿曼拉莫维奇也是一样。他整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叶晨，心里一直不停地告诉自己，我一定是在做梦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而强仔与茱莉亚也都看得呆立当场，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这时叶晨伸手从安东尼奥的手里将那把贝雷塔手枪拿了过来，转而对准他的脑门，笑着问道，你很喜欢用枪指着别人的脑袋是吗？安东尼奥吓得魂飞魄散，口中惶恐至极的喃喃道，不是。阿曼拉莫维奇见到这副情形，连忙悄悄想要退出去，可这时候叶晨忽然将枪口对准他的右腿膝盖，果断扣动扳机，砰！酒窖中再次传来一声枪响，阿曼拉莫维奇抱着自己的膝盖摔倒在地上，痛苦的哀嚎。叶晨面无表情地说道，阿曼拉莫维奇先生，再往外走一步，我下一枪就直接打你的天灵盖，你说我能不能一枪把你的天灵盖打飞出去？阿曼拉莫维奇连忙哭着说道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叶先生您放心，我绝对不走。叶先生，满脸冷汗的安东尼奥回过神来，看着瘫倒在地的阿曼拉莫维奇，震惊地问道，你认识他？阿曼拉莫维奇还没说话，叶晨便笑着说道，他见到我的时候就叫过我叶先生，你忘了？我记不清了。安东尼奥有些错愕，脑子里怎么都回想不起来。叶晨冷笑道，你的智商果然很低。说罢，他看向阿曼拉莫维奇，笑道，阿曼拉莫维奇先生，借刀杀人这一招你玩得不错啊，可是你妄想借杀鸡的刀来屠龙，是不是有点太想当然了？阿曼拉莫维奇惶恐不已地说道，叶先生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叶晨摆摆手，还没到你结账的时候，我先给这位扎诺先生买个单。说罢，他又看向安东尼奥，微笑道，你一直说让你的女儿见见血，她现在见到了这么多人的血，唯独还没见到你的血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一旁的茱莉亚回过神来，连忙道，不要，求你不要伤害我爸爸。叶晨看了看他，冷声道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，你爸爸想让你看着他怎么杀我，我也可以让你看着我怎么杀他。安东尼奥吓得双腿一软，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哭着说道，叶先生饶命，我再也不敢对您不敬了。叶晨笑道，别紧张，我现在还不打算要你的命，我说了，一会儿还要带你去见几个人，让你们好好聊一聊。谢谢叶先生，谢谢叶先生。一听叶晨不打算要自己的命，安东尼奥顿时松了口气，连忙哭着道谢。可是还没等他把那口气吐出来，叶晨忽然抬起枪，砰的一声，一发子弹直接打在他的左腿膝盖上，将他的左腿膝盖直接打成粉碎，仅仅剩着皮肉粘连。安东尼奥捧着左侧大腿，疼得嚎啕大哭。叶晨却一脸淡然地问他，暂时不杀你，不代表不让你流血，你高兴这么早做什么？